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球哥说。1933年，正值美国陷入经济危机的困境，老巴斯诞生于此。尽管生活艰辛，但年幼的老巴斯心怀百名女友的梦想，放眼未来，他并不知道自己会迎接多少个女友，因此选择辍学，踏上铁路，成为一名工人。工作13小时的铁路生涯再次将他的色焰梦想封闭。然而3个月后，老巴斯回到学校，并在化学老师贾里特的指导下找到了自己的方向。受贾里特老师的影响，年仅24岁的老巴斯获得了南加州大学化学博士学位，开始了他的教学生涯。然而经历了一段漫长的等待期后，老巴斯发现自己无法转正，只好向美国各大学投递简历。在应聘期间，老巴斯顺便进行了一次投资，投入1000美元在洛杉矶房地产市场，意外获得了丰厚回报。尽管夏威夷大学录用了他，但因经费问题将他的上任时间推迟了1年。在这1年里，老巴斯持续投资房地产，不到1年时间，他便成为百万富翁，同时也结束了尚未开始的教学生涯。正值美国经济复苏之际，老巴斯凭借机遇和勇气迅速崛起。当美国各行各业迎来高速发展时，老巴斯决定再次豪赌。1979年，老巴斯押上全部身家购得洛杉矶湖人队，并缔造了紫金王朝，赢得了10座 NBA 总冠军奖杯。2013年，老巴斯在临终之际翻开了一本珍贵的美女相册，这本相册记录了他与100多位美女相恋的点滴故事。老巴斯凝视着照片上的回忆，心中充满了幸福和满足。然后他缓缓合上了相册，闭上了双眼，静静地迎接着内心的平静。然而与此同时，一场激烈的家族争斗即将爆发，子女们为争夺湖人队掌权者的地位，一场宫廷斗争即将拉开序幕。1979年，当老巴斯刚刚购得洛杉矶湖人队时，17岁的珍妮巴斯迎来了自己的初恋。珍妮巴斯因父亲是湖人队老板而成为校篮球队的积分员，他利用这个职务之便，与球队的得分王基普英格兰德展开了一段恋情。英格兰德因出色的表现被篮球名校杜克大学录取，而珍妮巴斯则被父亲母校南加州大学录取。两人开始了异地恋生活，感情逐渐冷淡。尽管如此，他们依旧怀揣着共同的梦想，那就是踏入 NBA， 如同曾经一同许下的承诺。英格兰德在杜克大学锻炼2年后，决定参加 NBA 选秀，但遗憾的是未能被选中，他只能前往2流球队打球，为再次进入 NBA 而奋斗努力。多年后，他终于以马刺助教的身份重返 NBA。大学时期的珍妮巴斯并未将精力放在学业上，而是致力于体育俱乐部的管理，为日后帮助父亲管理湖人队奠定了坚实基础。起初，老巴斯将一支网球俱乐部交由珍妮巴斯管理，他展现出了出色的管理天赋。在他接手后，俱乐部取得了可观的收益，赢得了老巴斯的认可和赞扬。1991年，主教练菲尔杰克逊率领公牛队首次夺冠，而在此期间，珍妮巴斯已经掌管着多个体育俱乐部，其中包括网球、排球、橄榄球等。在这众多俱乐部中，他找到了自己心仪的伴侣。这位如意郎君名叫史蒂芬·蒂蒙斯，是一位出色的排球运动员，曾2次获得奥运金牌，身体素质强悍。两人结为夫妻后，史蒂芬·蒂蒙斯曾这样描述珍妮巴斯：他就像一匹不可驯服的烈马，需求量极大。然而这段婚姻却以史蒂芬·蒂蒙斯的轻浮而告终，仅维持了短短3年。离婚后，珍妮巴斯如同脱缰的野马，不断在各大体育界猎业，包括网球、曲棍球等领域的明星，甚至连播音员也未能幸免。他利用自身的魅力和美色，为俱乐部引进了大量球星。此外，为了提高自身的影响力，珍妮巴斯甚至特地去《花花公子》杂志拍摄了大尺度照片，以此吸引需要招募的球星。老巴斯看到珍妮巴斯在俱乐部运营上的出色表现，决定给予他更高的职位晋升。1991年，珍妮巴斯受任担任美国队商务运营副总裁。与此同时，刚刚率领公牛队获得6次冠军的主教练菲尔杰克逊也加入了湖人队。当时湖人队的 OK 组合已初具雏形，管理层对球队的未来充满期待。果然，菲尔杰克逊第1年就带领 OK 组合获得了 NBA 总冠军。菲尔杰克逊在湖人管理层中的地位瞬间飙升，引起了珍妮巴斯的注意。珍妮巴斯刚刚开始管理湖人队，拥有的权力有限，为了获得更多的权力，他必须依靠他人。于是，珍妮巴斯向菲尔杰克逊示好，并最终与他有了不正当的关系。两人在激情之中讨论了湖人队商务运营总裁的位置，仿佛要将湖人队变成他们的夫妻店。老巴斯意识到了情况的不妙，本来打算将大权传给大儿子，但大儿子对音乐着迷，不适合管理球队，而二儿
子虽然贪玩，但还可以慢慢教导。他认为二儿子未来必将有所作为，于是老巴斯决定将大权传给二儿子。为了培养二儿子，他安排他跟随球队事务副总裁韦斯特学习。韦斯特是湖人的名宿，退役后成了老巴斯最得力的助手。他甚至交易来了科比和奥尼尔。韦斯特可以算得上是联盟顶级的管理者。直到2002年，菲尔杰克逊再次帮助湖人赢得总冠军，他的地位已经无人可以撼动。菲尔杰克逊趁机挤走了韦斯特，为珍妮巴斯彻底掌控湖人队铺平了道路。老巴斯非常敏锐，迅速让二儿子提前继位，从此湖人队的大权开始由二儿子掌控。而二儿子上任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分裂夫妻二人的权力。2004年，由于湖人队在总决赛中不敌平民活塞，二儿子决定解雇主教练菲尔杰克逊，并聘请了主教练汤姆·贾诺维奇。菲尔杰克逊离开后，科比和奥尼尔之间的关系恶化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，管理层不得不送走奥尼尔，球队从曾经的冠军球队一落千丈，陷入了季后赛边缘。二儿子也因此被老巴斯安排参加管理球队的选拔，以更好地了解球队和球员。老巴斯可谓是用心良苦。随后，管理层又重新聘请了菲尔杰克逊，希望他能够帮助球队重返总决赛。直到2009年，老巴斯病情加重，曾经沉寂了5年的权力之争再次浮出水面。二儿子重新掌握了大权，再次解雇了菲尔杰克逊，导致球队的战绩再次下滑。随后，二儿子组建了豪华的 F4 组合，但他们的战力却远远不及 F1 时期的辉煌。二儿子一系列的操作引起了无数球迷的嘲讽和抨击。尽管有老巴斯坐镇，二儿子在湖人队的地位看似坚如磐石，但如果老巴斯离开了呢？这无疑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。2013年，老巴斯抱着美女相册离世，珍妮巴斯闻到了王位的味道。经过多年的蛰伏，他终于在巴斯家族内部会议上逼迫儿子交出了权力。尽管二儿子不擅长管理球队，但湖人队对老巴斯来说是他毕生心血，他不愿将其随意交给别人。然而，面对二儿子的豪言壮语，3年内重返争冠行列，否则就辞职，湖人队的战绩却一年不如一年，最终二儿子不得不乖乖交出了权力，然后继续他的游戏人生。珍妮巴斯完全掌控了权力后，效仿老巴斯，聘请了湖人名宿魔术师为运营总裁，并成功交易来了詹姆斯。在他们的领导下，湖人队于2020年夺得总冠军奖杯，使珍妮巴斯稳坐湖人管理层的首席。在闲暇时，珍妮巴斯重新开始她的猎艳之旅。2021年，年逾花甲的珍妮巴斯晒出了自己的新男友莫尔，他是一名喜剧演员，两人相差7岁，却情深意切。最近，他们决定举办一场世纪婚礼。从珍妮巴斯身上，我们可以探索到浪漫、爱情、权力、野心，无论何时都不会过期。这样的价值观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和效仿。近2年，由于珍妮巴斯过于痴迷于爱情，无心管理球队，如今的湖人阵容被搞得一塌糊涂，堪比那时执教篮网队。好了，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各位小伙伴，如果有什么建议或者意见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，别忘了点赞和订阅。我们下期再见。